老乡，你去给咱杀了朱标，朕没他这个儿子。上尉息怒，太子殿下，他也是心系大明，望上尉开恩啊！哼，心系大明，他身为大明的太子，却一再阻止咱惩治逆党，如此软弱无能，咱还不如早点废了他。可上尉若是动了太子殿下，皇后娘娘不得跟您拼命啊！咱是大明的皇帝，难道还怕皇后可言？上尉说的是，想必太子殿下此时在牢中已经明白您的深意了。哼，走，咱去看看这不孝子到底想明白了没。是。兄弟，我告诉你，太子朱标活不过明年，大明马上就要内战了。你放肆！当今圣上正值春秋鼎盛，太子监国稳如泰山，诸位藩王皆是太子的手足兄弟，他们又岂会造反？燕王、晋王、宁王接受儒家教化，懂君臣之礼。闭嘴吧你！如今燕王朱棣带甲10万，麾下朵颜3位骁勇善战；宁王朱权带甲8万。9大塞王手里握着大明最精锐的边军，可京城呢？蓝玉案后，开国大将几乎被斩没了，能打仗的将领还剩几个？哼！就算真如你所说，天下兵马大权仍在朝廷。兵马，朝廷虽有兵，但是没将；而藩王有兵更有将，这就是最致命的倒挂。太子朱标活着，诸王确实不敢动，因为朱标在军中威望极高。但如果朱标死了呢？这狂徒竟敢咒太子短命，臣这就去砍了他！慢着，此人对我大明局势如此熟悉，先让咱听听他是何用意。朱标一死，朱重八为了江山稳固，必定立朱表的儿子朱允文为太孙。可一个没上过战场的毛头小子，怎么能镇得住那群在刀山血海里滚出来的叔叔？太孙若登基，有满朝文武辅佐，有大义名分在手，藩国安敢造次？满朝文武？你是指黄子辰和齐泰那帮只会写八股文的废物吗？就是他2人劝说建文帝削藩，虽说削藩方向是对的，但他们提议先修势力弱的藩王。周王、齐王、代王被废为庶人，甚至还逼死了襄王。这不合常理，削藩当缓图，他们懂个屁的缓图！这帮书生只会纸上谈兵，等轮到实力最强的燕王朱棣时，他直接打出清君侧的旗号，誓师南下。内战一打，建文帝手里虽说有100万大军，但他用李景龙当大将军，带着50万大军去打北平，结果被朱棣几万兵马打得抱头鼠窜。最后不到4年，燕王朱棣就打进南京城，夺了皇位。不可能！父皇分封诸王是为了翻平天下，保家卫国。保家卫国？你以为朱重八分封诸王是保家卫国？其实那是给大明埋的地雷。朱重八以为把天下分给自己的儿子，这江山就永远姓朱了。可他不明白，当皇位只有一个的时候，亲兄弟就是最大的死敌。而他定下的分封制，就是大明内乱的根源。他杀光了所有能打仗的将领，亲手把太孙推向死路。这狂徒竟敢叫咱朱重八！难道父皇真的错了？但这事不能全怪朱元璋，因为他也是个可怜人。朱元璋不信文臣，因为文臣会结党营私；他不信武将，因为武将手握重兵会造反。他是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乞丐，见过了这世上最恶毒的人心，所以他只能信自己的血脉。这狂徒说咱是可怜人，咱是皇帝，哪里可怜了？陛下，此人妖言惑众，藐视皇权，臣这就去将他千刀万剐。此人虽说无礼，不过说出的话倒也有几分道理。他把大明分析得如此透彻，若能为我所用，饶他一命也未尝不可。敢问先生是如何推算出这些事情的？明天午时我就要掉脑袋了，我也不怕告诉你，我是穿越者，我摊牌了。穿越者？没错，你们大明王朝从开国到灭国的每件事，我都一清二楚。陛下，这狂徒也太放肆了！哼，
咱倒要看看这个穿越者到底有什么本事。罪囚林长青妖言惑众，按律当斩，行刑！刀下留人！圣上口谕，释放林长青，即刻送入东宫。下次刀举快点儿，差点没赶上趟。先生受苦了。殿下客气了。殿下，你昨晚一夜没睡，在想什么？先生说我活不过明年，我在想这件事。然后呢？我在想，我该怎么做才能避免先生所说的那些事。殿下，我先问你一个问题。先生请讲。你是想做一个好人，还是想做一个好皇帝？这二者有何区别？好人碰到贪官是查证据审案卷，而好皇帝碰到贪官是先算他手里有多少兵，背后都有谁在支持，能处置就处置，不能处置就先稳住，等时机到了再一并解决。这不是权术。先生之意是要我效法？效法你爹。先生，治国若不以仁义为本，与暴秦何异？秦国灭亡的原因是制度崩溃，赋税过重，徭役无度。殿下，你那帮老师天天教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他们教你仁义对谁最有好处？肯定是对文官最有好处。皇帝越仁义越不杀人，文官的权力就越大。文官的权力越大，他们兼并土地，垄断科举，把持朝政就越方便。那先生以为我该怎么做？夺权。淮西那帮椒将虽然跋扈，但他们跟文官天然对立，你把他们当刀用，割文官集团的肉。先生是要我挑起武将和文官的争斗，这岂不是违背父皇制衡之道？殿下，你父皇今年64了，等他一走，你拿什么镇那帮藩王，拿什么压那帮文官？你得逼你父皇提前放权，趁他还活着，把军权财权一样一样接过来，这叫做奉旨造反。哼哼，好大的胆子，连咱的权你也敢夺！父皇，闭嘴！哼。这位想必就是重八老爷子吧？既然你知道咱是谁，还敢坐着？朱老爷子，您是要跟我聊规矩，还是聊大明的病？聊规矩，我现在就跪下磕头，然后大明该烂还是烂。可若是聊大明的病，那我就得坐着，因为跪着号不了脉。好，那咱就听听你这个穿越者怎么给大明号脉。你说咱的大明病了，病根在哪儿？说不出来，咱现在就砍了你！现在大明的百姓种地交税，养活地方官员，而地方官员则是替朱家管理天下，对不对？继续说。问题在这帮地方官员身上，他们不交税，税就全压在底下的百姓头上，百姓交不起税，就只能卖地，卖给这帮免税的官员和士绅，这样地就越来越集中，交税的人越来越少，所以国库收上来的钱一年比一年少。不错，这样就形成了死循环。长期以往，不用外敌入侵，底下的百姓活不下去，自然就会生变。胡说八道！咱早已颁行大告，对贪官施以重点。你知不知道咱惩治了多少贪官？我知道洪武一朝杀的官比任何一个朝代都多，但是杀完了有用吗？贪官杀了一茬又长一茬，您心里比谁都清楚。那你说，此事应该怎么解？朱老爷子，我有8个字能救大明的命，但今天不能说。你敢跟咱卖关子？不是卖关子，是我这8个字说出来，满朝文武会发疯，天下士绅会造反。
您要是没做好准备就听了，今晚就得杀我灭口。你就这么肯定咱会杀你？陛下！黄子成率东宫将官6人跪在宫门外死谏，说有妖人入宫蛊惑太子，要求立刻诛杀。您看，想要除掉我的人，这不就来了吗？你看看，咱还没说什么呢，他们先闹上了。我昨天从死牢被提出来，今天就进了东宫。黄子成要是不闹，那才说明他有问题。少扯这些！你说有8个字能救大明，现在说来听听。您想好了？你尽管说，咱赐你一个免死金牌。想要救大明，就要做到摊丁入亩，官绅纳粮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朱老爷子，我给您算一笔账。假设大明有10户人家，5户是普通农民，每户有10亩地；5户是士绅官员，每户有100亩地。现在朝廷要收税，每户必须交1枚铜板，看起来很公平，对不对？每家都交1枚，不错。但士绅有功名可以免税，国库缺的这5枚便摊到农民这5户头上，每户从交1枚变成交2枚。农民交不起税，就只能把地卖给士绅官员，最后10户人家的地全在士绅手里，而农民变成佃户，朝廷也1文钱税都收不上来，因为地全在免税的人手里。这就导致朝廷越来越穷，百姓越来越苦。所以摊丁入亩的意思就是废掉人头税，把税摊进土地里，谁的地多谁交的税多，没有地的人不交税。官绅纳粮的意思是废除官绅免税的特权，跟老百姓一个标准，这样一来国库的钱会多出几倍，百姓也会越过越好。你疯了，林长青！你知不知道天下有多少士绅？你是想要把他们全部逼反吗？太子殿下，大明是你们朱家的，还是士大夫的？好，哈哈哈哈！好一个摊丁入亩，好一个官绅纳粮！咱惩治了这么多的贪官，就是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林长青，咱封你为太子少保正2品，从今天起，你替咱和彪儿把这条路走通，谁挡路咱杀谁。行。不过搞这事儿得先有钱，练新军要钱，推行新税法更要钱。现在国库里确实没钱了，钱的事我可以想办法解决，但我需要一样东西。你想要什么东西？明日上早朝，我自会向陛下讨要。有事起奏，无事退朝。臣东宫讲官黄子成弹劾太子少保林长青。臣附议。陛下，林长青来历不明，以妄语惑主，此人于大牢之内口出狂言，非议太子，又以偏激之说蛊惑东宫。臣请陛下重罚此人，以正国本。臣请陛下重罚此人，以正国本。黄大人，妖人，你有何话说？我就想问一件事。大明洪武23年的全年税入是多少？黄大人知道吗？这是户部的差事，与我弹劾你有何干系？可你说我妖言惑众，请问我说的哪句话不是事实？你不谈事实谈圣人，不谈数目谈经典，你弹劾我的奏折写了几千字，里面有一个数字吗？庶子，治国岂能只论钱粮？治国不论钱粮，论什么？难道论你那满嘴仁义道德吗？陛下，臣有一事请旨。说。臣请户部将洪武23年的所有账册搬到殿上来。林大人说笑了，户部账册浩如烟海，搬到殿上来，你看得完吗？这就不劳赵大人操心了，您只管搬，看不看得完是我的事。朕准了。今天让我来教你们什么叫算账。大明记账用的是流水法，银子进来记一笔，出
出去记一笔。这种记法有一个天大的漏洞，就是他只能看到钱去了哪里，却看不到钱从哪儿来。洪武23年2月，南直隶秋苗折银入库47300两。同年2月，户部拨出长平仓购粮银，出库3万两。太子殿下，劳驾您帮我打个算盘。3月，浙江下税折银入库61000两，兵部调拨辽东军饷4万两。4月，长粮仓出粮折银23000两。殿下，入库合计多少？109万4600两。出库呢？139万7800两。赵大人，户部花出去的钱比收进来的这多了30万两。这多出的钱是从哪儿来的？各地税银入库时间有先有后，或许是跨年度的延迟。我查的就是同一年度的。长平仓购粮，账上写的是6万3千两，但实际购粮只花了4万1千两，多出来的2万两去哪儿了？河工拨银6次，合计12万两。6次拨款有3次给了同一家石料行，每次都是整数，没有零头。赵大人，正经做买卖的商号哪有每次都是整数的？这叫有出无入，钱拨出去了，货却没有进来。来人，把赵勉拖出去斩了。陛下，臣知错了，臣知错了。老乡，臣在。派人给咱查长平仓、河工，3天之内咱要知道这30万两银子进了谁的口袋。臣遵旨。陛下，林长卿查账之术，臣的确佩服，但治国者须知天下大事。林大人只会拨算盘珠子，敢问对天下大局又懂几分？黄大人说我不懂天下大事，那我先问一句，你觉得天下有多大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大明北至大漠，南至交趾，东至大海，西至嘉峪关，凡日月所照，皆为华夏。就这点，大明2京13省万里疆域，难道在林大人眼中还不够大吗？你可知除大明之外，还有其他国家，他们会打造铁皮战船，有每亩年产1000斤的农作物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臣不敢欺瞒陛下，而且这些国家还有丰富的银矿。荒谬！你怎么证明这些国家是否真实存在？大明的海禁已经执行了多少年？片板不得下海，渔民商人出不去，自然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。若真如你所说，咱接下来该如何行事？推行新政，摊丁入亩，官绅纳粮，废除海禁，造大船，组建皇家舰队。先去最近的地方找银子，再去远处找粮种，让大明朝国富民强。陛下，此乃穷兵黧武之策。况且祖制明令禁海，若贸然开海，倭寇横行，沿海百姓必遭涂炭。祖制是陛下定的，陛下想改，谁拦得住？陛下，臣愿立军令状，1年之内不动国库1两银子，为陛下搞来第1笔开海的本钱。若搞不来，臣提头来见。你不要国库的银子，那你要什么？臣要一个不受6部管辖，只对陛下负责的衙门。臣要替陛下去宰天底下最肥的那只羊。陛下，国朝制度，6部各司其职，若开此先例，设不受6部管辖之衙门，祖先法度何在？朝廷体统何在？臣附议。陛下，设此衙门无异于与民争利。朝廷以农桑为本，商贾牧业，岂可登堂入室？你们1个2个都说与民争利，那咱问你们，户部1年亏空30万两，这钱谁争去了？现在有个人跟咱说他能搞到钱，并且不用花国库1两银子，而你们呢，能给咱搞来钱吗？陛下，臣不反对搞钱，
臣反对的是不受约束的权利。若此衙门凌驾6部之上，日后谁来监管？当然是由朕来监管，这个衙门只对咱负责。好了，此事就这么定了。若谁还有异议，斩！宣旨：封林长卿为皇家商办总办，正一品衔，不受6部管制，直隶天子。赐御赐金牌1面，可调锦衣卫100人以内。凡商办事务，可先斩后奏。都退下吧。先生，你今天把满朝文武全得罪了，往后6部不会配合你的。殿下，你觉得我需要6部配合吗？6部管着全国的钱粮、兵马，若他们要给你使绊子，可如何是好？只要皇上还缺钱，我就比6部好使。长卿啊，你准备上哪儿去弄第1笔钱呢？扬州，大明最肥的羊就在那里。你要动盐商？扬州8大盐商垄断2淮盐引，每年过手的银子是国库税入的2倍。臣去替陛下宰了他们。盐商背后站着几个咱的老兄弟，你要仔细查办。臣明白。哼，一个死囚还想来扬州找事，我让你有去无回。大人，扬州知府昨天就接到了敌报，知道咱们要来，咱们要不要先去府衙？不去，先找个客栈住下，越破越好。掌柜的，你的客栈我们包了。好嘞，官爷，我这就去安排。跟我出去转转。带多少人去？就你一个。就这种粗盐要卖80文1斤，这卖的也太贵了吧！京城1斤盐才卖30文，百姓们如何能买得起？产盐地的百姓吃不起盐，这事儿说出去，全天下都会觉得荒唐。买不起就滚，别挡后面的人。小贼休跑！偷老子的盐！你知不知道这是汪大掌柜的铺子？大人，那孩子会被打死的。产盐地的百姓吃不起盐，盐商的伙计打死人跟踩死蚂蚁一样。你猜扬州知府管不管？属下认为不会管，因为他们也吃盐商的饭。哼，聪明。林大人，舟车劳顿，我们知府大人已在寿山湖最好的画堂上备下接风宴，恭请林大人赏光。用这帖子给我擦鞋都不配，滚吧！哼！大人，不去的话，知府那边让他等着。知府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背后那个人。大人是说汪广洋？汪广祥是8大盐商之首，垄断2淮盐引30年，光靠卖盐不可能做到这一步，他一定有京城的人在背后撑腰。毛相，你亲自去帮我买3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扬州城内所有盐铺的分布图，最近3年的盐引发放记录，还有城外造户的聚居地在哪儿，都要打听清楚。是。
大人，八大盐商不仅垄断盐引，在城外还饲养了几百号人，名义上是看护盐场的庄丁，实际上配备了弓弩和甲胄。私兵。还有，属下在盐运司衙门打听到，每年扬州有30%盐纸不走正规渠道发放，这30%盐纸的批刀上盖的不是盐运使的印，是京城直接发下来的。是谁的印？郑国公府常茂，他是太祖义子常遇春的儿子，正儿八九的淮西勋贵。好，很好，他们也蹦跶不了几天了。林大人，我家汪大掌柜听闻大人远道而来，略备薄礼，不成敬意。有意思。林大人，我家汪大掌柜，这些都是给我的。是。汪大掌柜说，扬州地面简陋，怕怠慢了大人。这儿有多少银子？10万两。来人，把银子收了。大人爽快，汪大掌柜说了，今晚在瘦西湖备了画法，请大人务必赏光。回去告诉你家汪大掌柜，林某初来乍到，往后在扬州的吃穿用度，还仰仗汪大掌柜多多关照。大人，这钱搬上楼。大人，您这是幸会，收了这笔银子。御史台在应天，咱们在扬州。再说了，这钱又不是我的。那是谁的？皇上的，这是我替皇上收的启动资金。大人高明，来人，搬钱。林大人，久仰大名。汪大掌柜，你这条船值多少钱？不值当什么，小船一条，少说也要5000两吧，比我在京城建的6部堂官的轿子都阔绰。林大人在京城可还习惯？听说大人是突然得了圣上赏识，运气好而已。在死牢里蹲了半个月，出来就当了官，你说怪不怪？林大人，扬州的盐业牵扯颇广，大人初来乍到，有些事不必太较真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汪大掌柜，你能跟我说这些，说明你是个实在人。实在人办实在事儿，你每年给我多少银子？今天这10万两是见面礼，以后每年都照这个数如何？少了。大人觉得多少合适？就再翻1倍吧，每年20万两。我替你在皇上面前把扬州的事兜住，20万两不多吧？成就。毛相，明天一早带上银子去海边。啊，大人，去海边干嘛？你问过了吗？城外造户聚居地在哪儿？在沿海30里的东边，全都是煮盐的苦工，穷得叮当响。他们住的地方周围有没有废弃的盐碱地？有很多，那种地什么都种不活，连野草都不长。把10万两银子全砸进去，能买多少买多少。大人，盐碱地不能种粮，不能盖房，买来做什么？晒盐。买完地之后，再把扬州城里所有的石灰全部买空，1两银子都不要剩。是。你说林长青花了10万两银子买盐碱地？是的，掌柜，他还买了全城的石灰，
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林大人还真是个傻子，随他怎么折腾。10万两打了水漂，到时候他就知道扬州这块地不是谁都能来采的。